为什么？李云溪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为何要赶尽杀绝？陛下，皇后娘娘已经到了东华门外。你想驰骋疆场，朕不会阻拦你；你想保家卫国，那便去，朕都不会阻拦你。我李云溪在此发誓，一生一世，只会有你一个女人。我已经成全了你，你为何就不能放我自由？陛下有旨，为防止皇后娘娘私逃出宫，挑断其手筋、脚筋。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当上皇后。我就是死，也不会留在这里。我们就算是互相仇，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他李云溪娶你，是想要你爹手里的3万萧家郡的兵权。这枚玉佩是母亲给我的，你若是戴上，便死都不能摘下来。好。这是哪儿？地府吗？这像……是梦吗？为何如此真实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娘娘，快走！别管我，快走！娘娘，对不起，奴婢不小心。还行，还行，你还活着。娘娘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只是梦？皇后娘娘，陛下今夜在清欢阁设下宫宴，请您参加。宫宴？娘娘，你怎么了？臣妾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。李云溪，你答应过我，这辈子只娶我一人的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不要丢下我好吗？你是灵儿一个人的夫君。我的玉佩呢？怎么是你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你背叛我，你背叛朕！我没有。从今天起，你不许再踏出极乐殿半步！
陛下有旨，为防止皇后娘娘私逃出宫，挑断其手筋、脚筋。原来是雪妃搞的鬼。更衣，赴宴。皇后娘娘到。我们本可各自快活，奈何你们把我逼到绝路。既然老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，那就让我们看看真正鹿死谁手，花落谁家。齐王李云墨，皇帝表兄，和我一起血战沙场的好兄弟；雪妃柳绵绵，皇帝宠妃，皇宫里最容不下我的人。李云熙，5年情谊，2年夫妻，你竟然真的忍心杀我！你休想从我身边离开！我们就算是彼此折磨，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臣妾敬皇上、皇后娘娘一杯。好酒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臣妾身体不适，先行告退。陛下，臣告退。陛下莫急，有人来报，说是皇后娘娘已回了极乐殿。哼，阿玲离席，李云墨也离席。我看李云墨就是仗着与阿玲在战场上当过几年同僚，图谋不轨。柳绵绵，陛下，陛下，人家好想你啊！千万不要推开臣妾，好不好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只不过把雪妃给我的酒还给他而已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就陪你们好好玩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陷害你？陛下若是不信，那就当做臣妾是借花献佛，成全你和雪妃吧。这是臣妾的极乐殿，说要解开情丝绕，还请陛下带着雪妃回她的飞雪殿。宫中为何会有情丝绕？这就得问你的爱妃了。陛下，李云熙，好戏才刚开始。这是我离国的封印，送给你。陛下曾说过，女子的一生不必拘泥于宫廷宅院，可以有自己的事业。萧凌的愿望就是驰骋疆场，保家卫国，建功立业。你想驰骋疆场，朕不会阻拦你；你想保家卫国，那边去。你想做的事，朕都不会阻拦。
可我心眼小，当不了那种可以和别人分享自己丈夫的皇后。我李云熙在此发誓，全心全意，一生一世，只会有你一个女人。我看你一直带着这枚玉佩，想必你很喜欢，那便当做我们的定情信物。这枚玉佩是母亲给我的，李云熙，你若是戴上，便死都不能摘下来。好。皇后，你要干什么？知道怕了，晚了。自然是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了。先帝在世时，曾下令后宫之中不得使用情丝绕蒸煮。那只是瓶普通的觞药。雪妃柳氏不顾先帝禁令，秽乱后宫。本宫今日就挑了你的手筋脚筋，以示惩戒。你敢杀我，陛下不会放过你的。动手！住手！陛下，这件事被冤枉的，陛下要为臣妾做主啊！陛下，身为六宫之主，怎可动用私刑？我不过是遵从先帝的训诫，惩治滥用情丝绕的嫔妃。那也不必挑断手筋脚筋，只会显得你心狠手辣。为防止皇后娘娘私逃出宫，挑断其手筋、脚筋。是啊，我心狠手辣。陛下，臣妾知道错了，请陛下原谅臣妾。既知错，便起来。谢陛下垂怜。既然你不相信我是清白的，那我们不如和离。嫁给我，你后悔了。是啊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嫁给你，来到这囚笼一样的皇宫。那你想嫁给谁？李云墨。如果我还有第二次机会，我宁可嫁给李云墨，也不会嫁给你。我们就算是互相折磨，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你疯了！对，我是疯了，想从我身边离开，除非我死。你想让我留下，除非我死。陛下和雪妃还真是情真意切，情比金坚啊！
那个该死的萧凌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能算到一样？娘娘，陛下不是来救您了吗？说明陛下心里有您啊。只要皇后活着一天，陛下眼里就永远都不会有本宫。萧凌，你给本宫等着！不知皇后娘娘找臣妾来此是为何事？自然是好事。好事？帮我出宫，你就是未来的离国皇后。你肯放下皇后之位离开这里？现在戒备森严，我想出宫，只能靠你帮我。我答应你。驾！别怕。停！陛下有旨，没有令牌，任何人不得出宫。我已禀告陛下，要回齐王府探望亲人。卑职参见雪妃娘娘，但还是要检查一下您的马车。查。她是我的宫女，难道也要查吗？不敢。放行。驾！李云熙，再也不见。拦下他！快拦下他！雪妃娘娘马车里是刺客，你们放跑了他，你们担得起吗？韩星，我们快走！北条朝皇后潜逃，诛杀刺客者有赏。走。皇后，只有你死了，陛下才能完完全全属于我。韩星，继续放箭，射死他们！住手！都不许伤了他！快走！不行，娘娘不走，奴婢只有一死相逼了。韩星，活着。陛下，皇后娘娘想用臣妾身份出宫，臣妾不答应，她便打晕了臣妾。臣妾醒来后便急忙赶来，想拦下她，却晚了一步。苏光，陛下，宫外不安全，不许让他出事。遵旨。阿莲，我怎会真的害你？你是我唯一的妻子。太子殿下，您是？阿玲，堂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刚好，我偷了壶好酒，我们坐下边喝边聊。原来是齐王殿下，怪不得与太子殿下身形相似，不愧是兄弟。你是？我是萧凌。阿玲是萧大将军的长女，一直住在军营，所以堂兄不认识。哦，多亏了太子殿下，我父亲才让我重回军营。我是来送礼答谢的。来，这可是我亲手猎的狼牙，送你了。谢谢阿玲。当年父亲不让我嫁给李云熙，我执意要嫁。如今狼狈的逃出宫，还得请他帮忙救出韩星。
说，不是。小姐，周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父亲呢？方才有一伙黑衣刺客冲了进来，小姐你快走啊，快走！周叔，周叔！京城内竟然有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暗杀队伍！永烨，李云墨，周叔，老爷不见了，快走啊，快走啊！你吸入过多迷烟，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先坐下吧。我爹怎么样？尚且没有萧大将军的踪迹。你在找这个？这是作业，从刺客衣物上撕下来的。根据这个图案，说不定可以找到线索。到此为止吧。你不肯说，我反而确信了。这就是玄鸟纹。据说，在守卫京城的皇位司内，有一支由皇帝直属的暗杀部，叫做玄鸟部，至今无人见过，是因为见过的人都死了。昨夜若不是你出手相助，恐怕我就像我的家人一样，也死了。李云熙为了巩固江山，削弱萧家军势力，竟下此毒手。他豪狠的心，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先找到父亲。父亲若是不在，驻扎在京畿的3万萧家军，恐怕会生出乱子。回陛下，探子回报，皇后娘娘眼下在齐王府，已经醒了，并无大碍。知道刺客是谁吗？暂时不知，还在调查。阿玲，军中一切安好。你家里的事，皇上封锁了消息，暂无人知晓。那我父亲呢？仍没有萧大将军的消息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在全城范围内加大搜索。来，喝一壶。云墨，这么多年，幸好你没变，还是我过命的兄弟。皇后还真是乐不思蜀啊！
陛下既然来了，不如坐下一起喝酒聊天，我们叙叙旧。朕今日来不是喝酒的，是带皇后回宫的。李云熙，你千方百计把我留在宫里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陛下心知肚明，他在宫中并不开心。既然宫外找不到，我父亲很有可能在宫里，我得回去一趟，而且我也放不下韩信。你若在宫外，京畿周围3万萧家军就是你的后盾，可你一旦回宫，我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了。等我下次出宫，一定来找你喝酒。我跟你回去。我不是你的皇后，我给你留了和离信。什么和离信？我没看见。情断义绝，和离。方才当着李云墨的面，你怎么不说我们和离？你不是我的皇后呢？告诉你，我跟你回宫，是为了我家里的事，还有我父亲的事。你家的事，我不可能告诉你。李云熙，你明知道我想杀你易如反掌，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。你父亲在宫内的大楼。是我任性妄为，害死了母亲和弟弟。我没有娘亲了。不怪你。葬礼结束，父亲就回边疆了。他心里一定也在怪我。是我害得自己家破人亡。阿丽，我会陪着你，我会一直陪着爹，皇后怎么在这里？爹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的事与你无关。您还在怪我？怪你？您怪我害死了母亲和弟弟，还怪我当初不听您的话，非要嫁给李云熙。事已至此，罢了。我一定会找到真相，求您出去的。
你笑什么？成婚2年，你从未主动来找过我。你有你最爱的雪妃，我来与不来，重要吗？你方才在想什么？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告诉过你，我是真的爱过你。我曾把你当做我最信赖之人，哪怕放弃一切，也要嫁给你。那现在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。还在胡言乱语。我现在才想明白，你当初给我封印，娶我，不过是看中萧家的兵权，来稳固你的地位。如今天下太平，你便过河拆桥，你抓我父亲，是为了褫夺萧家的兵权。你是这样想我的？这是你给你父亲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不告诉你，你便来问我。我想不明白，明明是我们2个感情不和，为何要闹到这个局面？阿玲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告诉你？寻常夫妻间，是不是也会这样吵架、打闹？你想要兵权，我会劝我父亲把萧家军给你，我带他卸甲归田，离开京城。想带他走，来不及了。陛下，事已办妥，人已送出宫。让开！陛下有旨，任何人不得无旨出宫。皇后娘娘，请回吧。就凭你们，也敢拦我？一国之后，成何体统？皇后又如何？父亲出事，我都不能去看一眼吗？今日无论如何，你都看不到的。跟朕回去。萧如山留下的那封信，可有交给阿玲？卑职去极乐殿时，娘娘未醒，便把信留在了极乐殿。那便好。万一这信中萧大将军写了什么，娘娘会不会对您误会加深呢？待将城中那帮刺客抓到，朕自会送阿玲去见萧如山。娘娘，陛下已经将萧大将军在宫外安葬，您节哀啊，可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娘娘，为何睡觉也要抱着这把刀啊？这把刀名为皎月刀，是母亲请名师为我铸造，但也就是为了千里迢迢给我送这把刀。母亲和弟弟在来边疆的路上遇到山匪，惨遭杀害。
这也不能怪娘娘啊。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过思念母亲，才写信让她送汤，不然她和弟弟也不会死。现在爹爹也因我而死，还行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爹，灵儿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没想到，你还会邀请我来喝酒。这菜里有茭白，你不爱吃。好酒。倘若南风知我意，莫将晚霞落黄昏。这样的日子，是我梦寐以求的婚后生活。阿莲，我知道你很想念你的母亲。我也很想我的父亲。怎么这么多血？萧姑娘，殿下气色好多了。多亏萧姑娘为我送药疗伤。我倒没什么，只是太子殿下，你身子太弱，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7岁那年，我曾中过1次毒，从那之后我一直在养伤，没有机会学武。萧姑娘既然精通武艺，你觉得我该学些什么？我觉得太子殿下可以学习射箭，通过外力来保护自己。你能教我吗？我只是来给殿下送药的。如今殿下已然大好，我也应该回军营里了。保重。陛下的肩膀是弓箭所伤，伤势严重，本不宜饮酒。这宫中守卫重重，他怎么受这么重的伤？陛下怕您担心，一直瞒着您，不让我告诉娘娘，宫外有一伙来路不明的刺客。陛下不让您出宫，是为了护着您。上次娘娘出宫后，陛下担心您的安危，便随您去了萧府。阿莲，为了保护您，受了伤。他是为了救我。萧家的事，正是这伙刺客所为。可萧家的人是被玄鸟部的杀手所害。娘娘怎知是玄鸟部的人？玄鸟部乃父皇剑里，外人所知甚少。
没想到竟然有人能伪装成玄鸟部杀人。这伪装的燕部，图腾画的精细，与真正的图腾只在尾羽之间相差分毫，也难怪皇后娘娘会认错。陛下，皇后娘娘她几次求见您，想知道事情真相，不如您和她说清楚吧。以她对您的误会，恐再生出什么事来。传朕旨意，皇后言行无状，下令禁足。宫外有一伙来路不明的刺客，为了保护您，受了伤。萧家的事，正是这伙刺客所为。他们为何要假扮玄鸟部，灭门萧家？父亲又为何会被李云熙抓捕、杀害？可惜李云熙一直躲着我，不肯见我。雪妃娘娘吉祥。你有了身孕，既然皇后看出来了，臣妾就不隐瞒了。那你今日来我这儿，是过来炫耀的吗？臣妾是来问问娘娘是否还要出宫。陛下杀了萧大将军，此乃杀父之仇。难道您还想留在宫中，和陛下举案齐眉，假扮夫妻？可如今我被禁足，要想出宫，只怕更难。只要你肯相信臣妾，臣妾自有法子。娘娘，听闻雪贵妃身体不适，不来参加今晚的家宴了。臣妾参见陛下。陛下，雪妃有孕，乃宫中大喜，臣妾敬您一杯。臣妾再给您倒一杯。衣服都湿了，陛下，臣妾陪您去更衣吧。冒冒失失。换衣服吧。换好了，我先走了。把我的玉佩还给我。这是我的玉佩，是我母亲送给我的。给了我，便是我的。我现在后悔了，赶紧还我。我的就是我的，任何人都拿不走。你怎么那么无理取闹？
算了，你若是喜欢，便留给你吧。你还是在乎我的，对吗？罢了，就让这玉佩带我陪着你吧。娘娘为何不按和雪妃约定好的时辰出宫？她的话不可全信，所以我们要提前出宫。原来娘娘在防着雪妃。韩星，韩星。韩星的血，韩星，韩星，韩星，我怎么浑身无力？我什么时候又中了软禁散？李云熙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？不对，这玉佩不是李云熙那块，到底是谁？谁要杀我？皇后，你一定要到死都恨着陛下，做鬼也不要来找陛下，这样陛下才能永远的属于我。原来是你在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。皇后，你一定要到死都恨着陛下。原来是你在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。难道我又重生了？原来是他，杀我的人是柳绵绵。碎花瓶，娘娘，您怎么了？韩星，原来是你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，到底会是谁啊？娘娘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皇后娘娘，陛下今夜在清欢阁设下宫宴，请您参加。看来我又重生回到了宫宴前。柳绵绵故意带着那块玉佩杀我，嫁祸给李云熙。看来我和李云熙间
有诸多误会。原来是你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。我身边的奸细到底是谁？又受谁指使？这一世，我必须查明白一切。云溪，或许随着谜团解开，我们也能冰释前嫌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身体不适，无法参加今夜的宫宴。身体不适，可瞧过太医了？陛下，你已经1个月没去看望皇后娘娘了，不妨亲自去瞧瞧。我又不是太医，去了也没用。缩头乌龟。卑职告退。你不是身体不适吗？看起来并无大碍。我装的，因为不想去今天晚上的宫宴。萧凌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他这是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我们2个亲过几回？成何体统？你紧张什么呀？难不成你爱的是我，不是你那宝贝雪妃？你说不说？到底亲过几回？我们成婚2年，每一次不是被你拿刀砍出来，就是被你拿水泼，连手都没牵过，更何况是亲呢？李云溪不记得我们亲过，看来他没有这2世的记忆，只有我重生了，那就有得玩了。切！送给了我，便是我的了，任何人都拿不走。他如此在乎这个玉佩，说明还是有些在乎我的。那他跟雪妃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？给我了就是我的，休想拿走。哼，不说是吧？我自己也能查清楚，看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我先回极乐殿了。那宫宴呢？不去，不想看见他。居然敢掐朕的脸，太大胆了！真的是太大胆了。娘娘今日特意梳妆打扮，是不是要去见陛下？韩星，我与齐王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，替我约他来喝酒。齐王殿下，这皇后还真是幸运，偏偏昨夜身体不适，打乱了本宫的计划。娘娘，依奴婢所见，反正皇后又不争宠，相安无事也是好的。她不争宠却霸着陛下的心，更是可恨。哼！今日绅士凌墨会面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娘娘，您说到底是谁一直在暗中向您传递皇后的消息啊？管他是谁，本宫只知道，这人每次传来的消息都是真的。
怎么是你啊？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再让你蹦跶一会儿，等本宫抓到奸细一块儿收拾。臣妾听说皇后娘娘身体不适，特意做了药膳来给您补补。多谢，不过我不爱吃药，也不爱喝粥。娘娘别怕，臣妾没下毒。臣妾一片善意，只怕您早些康复。既然您不信，臣妾告退。娘娘，您刚才怎么自个儿喝了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怕什么？反正也没下在那药膳之中。哼，娘娘英明，这点心啊是皇后自个儿准备的，她一定会吃。派人盯着，李云墨一旦进宫找皇后，本宫便去请皇上来一同捉奸。娘娘，陛下稍后便到。来人，快将这奸夫拿下！雪妃娘娘，你是谁？奴婢是极乐殿宫女流苏。你以为他是谁啊？你明明中了情丝绕，怎会这般清醒？你又怎知我中了情丝绕？难不成是你下的？你故意放消息要和李云墨饮酒，暗地里是在等我上钩。这都是你设下的局。你如何知道李云墨要来找我饮酒？娘娘凭什么觉得？臣妾会告诉你啊。来人！尽快就到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听闻陛下的后宫一向和睦，没想到今日倒是有机会看一出大戏。齐王突然进宫来找朕下棋，现在又跟来这极乐殿，莫非你早知道要发生什么？陛下，您就不进去管管？自古强者主宰生死，弱者命如草芥。我今日便让你知道被人断手断脚的滋味。皇后，这个疯子！住手！陛下，求求臣妾。皇后，这又是做什么？雪妃柳氏胆大包天，在我的点心里下情丝绕，我不过是给她一点小小的惩戒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什么情丝绕，臣妾根本闻所未闻，更何况下药给皇后。韩星，陛下，这是奴婢在飞雪殿找到的药瓶，里面装有情丝绕。皇后，你不过是羡慕臣妾拥有陛下的宠爱罢了。
苏况，查一下这药瓶里到底是什么。是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情丝绕，是臣妾自制的冰露。陛下，臣妾蒙受不白之冤，还请陛下为臣妾做主。回陛下，死者是极乐殿的宫女如烟，她已失踪2日，皇后娘娘一直在找她，被人发现时已死去多时。朕怎么听到一些关于皇后的传闻？死者胸口插着一把匕首，手里拿着一只药瓶，经太医查验过后，说是药瓶里从装有情丝绕，有谣言称是皇后娘娘嫉妒雪妃得宠，便利用情丝绕陷害雪妃。不料东窗事发，皇后娘娘恼怒之下，便杀了知情者如烟灭口。陛下到！陛下有何贵干？听说你在调查如烟。原来陛下是来兴师问罪的呀。如烟身上有什么秘密？你最近很反常，你不是咄咄逼人的人。那陛下究竟相不相信我是清白的？我的意思是，凡事要讲究证据。证据真的有用吗？干什么？你那么相信雪妃，难道是因为她会装温柔、装可怜吗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可能把你让给了云墨。啊？云墨？大晚上的喊她名字，还喊得那么亲密。出去！神经病啊你！明明他先提的李云墨，走就走。哎，娘娘，不对啊，要走也是你走啊，这是我的极乐殿。回宫。神经病！臣妾参见陛下。朕说过可以宠爱你，但你不可去极乐殿闹事。陛下难得来臣妾这里，难道就是为了责备臣妾？臣妾一个弱女子，怎会做出害人性命之事？柳绵绵，朕不拆穿你，不代表朕不知道。你最好别忘了朕为什么会娶你，各取所需而已。陛下，臣妾只是太在意您了，所以才会嫉妒皇后娘娘。臣妾以后不会不听话，您不要生臣妾的气，好不好？皇后娘娘到！
陛下，您看臣妾的手，经常用玫瑰花水浸泡，是不是香香的、软软的？打扰了陛下的雅兴，臣妾过来是有重要的事。何事？进来。皇太医，请你向陛下说明如烟的死因。陛下，死者如烟的口鼻中有泡沫，耳内有少量出血，胸口的刀伤很深，却仅有少量出血。他的死因并非胸口这一刀所致，而是溺水导致的窒息而亡。好，如烟是先被人溺死，再在胸口插入了一刀，用来掩耳盗铃，迷惑众人。如烟是极乐殿的宫女，死时手里还拿着情丝绕的药瓶，难道这也有假？那药瓶是真凶给他的，与我何干？可是有人亲眼看见，是您出现在如烟的尸体旁。这钱袋是在如烟的枕头底下发现的，绣工已经确认过了，这是他为飞雪殿缝制的，上面还有雪妃最爱的雪花纹。我猜是他用来收买如烟，好让如烟为他传递消息。这衣物是从飞雪殿的花丛里找到的，款式很像娘娘的旧衣，料子却有些不同。但内屋间有记录，最近只有飞雪殿取用过。雪妃，你杀了如烟，还找人假扮我，企图陷害，现在证据确凿。够了！此事休要再提。原来证据真的没用啊！那你还口口声声说凡事要讲证据？想不到你如此年轻，竟已如此昏聩。萧凌，陛下，夜深了，您再不去看望皇后娘娘，娘娘可就真睡了。萧凌当着众人的面对朕动粗，朕是不是该生气？不该去看她？该。您也当着众人的面偏袒了雪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可气得不轻。也是。可朕虽然偏袒了雪妃，但朕也有自己的苦衷。如此，您便和皇后娘娘扯平了呀。所以您别再徒增烦恼了。扯平了？那你说，她还生气吗？生。哎呀，陛下，即便皇后娘娘生气，您去找她说清楚不就好了？这寻常夫妻之间尚且有说不清道不明之事，更何况啊，您和皇后娘娘身份非凡，您还是……算了。朕不去。玫瑰花水泡手，真的能够让手变得细嫩吗？该死的李云熙，练手癖。如烟的丧事办得怎么样了？按照娘娘的吩咐安排下去了，齐王殿下也会盯着。不过奴婢实在想不明白，陛下为何那样袒护雪妃？谁知道他？难道真的是因为雪妃爱用花瓣水护肤，那双手又白又嫩？我常年习武，这双手又黑又糙，再怎么泡也没有用。娘娘武艺高强，是战场上保卫国家的人，手上有茧子也无可厚非，无需改变。朕附议。别打脸。萧小姐，萧小姐。
陛下要不要用花瓣水泡一泡手啊？可以把手泡得香香的，软软的。准了。啊？对不起啊，白天在飞雪殿，你明明拿出了证据，我却仍然偏袒雪妃。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？我没有。真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那这是我的花瓣水，陛下若是想泡，就去飞雪殿泡。笑什么？没挨打。滚！好嘞。陛下，这是和好了？他虽然把我赶出来了，但是没打我。果然，这男人就应该勇于道歉。娘娘，陛下走的时候神态轻松多了，你们是不是和好了？谁跟他和好了？反正隔着这么多爱恨情仇，我和李云熙也不会有什么进展。能维持现在这个状态，已经挺好了。不过，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情。确信什么？李云熙一定是有苦衷的，包括柳绵绵，也包括我父亲。夜深了，你在宫中等我，我得出去一趟。这么晚了，父亲怎么不在啊？难道是被李云熙抓走了？不对，不是这个时间点。萧凌，你怎么穿一身夜行衣回到家里？怪你，我的事与你无关。陛下，事已办妥。爹，是不是在宫里被欺负了？说。我是皇后，谁敢欺负我？我不过是有点想母亲和弟弟，想回来给他们上炷香。去吧。都怪我。当年若不是因为我，母亲和弟弟也不会死。娘，您放心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救下父亲。爹，不如遣散家中仆人，我跟您回边疆。当年，你不顾一切的要嫁到宫里去，现在后悔了？有点儿。
拿婚姻当儿戏啊！爹，您已回京述职2个多月，依照惯例，早该带着京畿的3万萧家军赶回边疆，不应在京城多留。你是替皇帝来赶我走的吗？和李云熙无关，我是真心觉得像我们这种人就不适合留在京城，还不如去边疆打打杀杀的痛快。我是该回去了。你现在就给我回到宫里去！我的事与你无关。皇后胆敢殴打陛下，陛下却不怪罪。本宫无论付出多少努力，陛下都不会放在眼里。娘娘，皇后就是个粗人，哪像娘娘您这么温柔可人呐？奴婢还听说她常常用刀把陛下给赶走呢。只要皇后活着一日，陛下的心里就永远都不会有我。娘娘，皇后离宫，还真是不安分。娘娘打算怎么办？爹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我把家中的仆人都遣散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来照顾您。你做的？您先尝尝啊。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哪会做菜啊？这些都是我从天冲楼订的，只不过忘记嘱咐他们，菜里不要放茭白。菜都不会做，你照顾什么照顾？爹，我可以学啊。行了，赶紧滚回你皇宫，别在这儿碍眼。爹，滚！今晚就是那些刺客行动的日子，我怎么可能离开？雪妃，果然是你。迷烟，没事吧？你放了他，我放你走，从我这儿离开。
终于杀了你！刘火烤。你终于醒了。你身子那么弱，谁让你替我挡剑？你是谁啊？你说什么？不会是失忆了吧？云溪，你故意吓我！谁让我一醒来你就怪我的？我没有怪你，是担心你。萧凌，皇帝一死，你这个皇后恐怕也当不了几日了。谁说朕死了？你居然没死！你居然没死！你到底是谁？自然是要杀你这狗皇帝的人！给我好好说话。这里血腥味太重，你先出去。那我去外面等你。这是什么？你叫什么？给我个痛快啊！这是刮骨刀，能够完美的刮去骨头上的每一寸血肉。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。我叫谢烨，我叫谢烨。你们靠什么联络？我们听从令牌调遣。
你现在不杀我，以后有机会我还杀你，杀死那个狗皇帝！陛下，午安。你没事吧？贱蹄子！不好好干活，还偷吃东西！住手！陛下在此，不得造次。陛下恕罪，王爷恕罪。谢晏是前兵部尚书谢晨之子。谢家，谢家当年一夜之间消失，成了轰动全京城的大案。我虽远在边疆，却也略有耳闻。这是从他衣服上撕下来的，他们是这个组织的人，听从令牌调遣。这一世有了这2条线索，李云熙应该能查出他们是什么人了吧？是不是觉得很眼熟？这很像玄鸟图腾。不过，这个是赝品，与真正的玄鸟图腾在尾语处略有不同。娘娘不仅知道玄鸟部，竟然连这些都看得出。我火眼金睛。苏况，还是上一世你告诉我的。雪妃呢？让她进来。雪妃，你为何会出现在那儿？臣妾出宫探亲，却在回宫时迷了路。陛下，卑职在飞雪殿找到了这块令牌。那些刺客受这块令牌的调遣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妾，这令牌从何而来？是一个戴面具的神秘人给臣妾的。拿着这块令牌，当真能杀了我想杀之人？当然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公然谋害皇后！陛下，臣妾一时鬼迷心窍，才犯下了大错，求您饶了臣妾这一次。雪妃的样子不像撒谎，这么说，想杀我和爹的另有其人。这神秘人就是一切的始作俑者。皇后娘娘，求您给臣妾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什么样的面具？是一张吓人的鬼面。鬼面？难道是我在萧家看到的那个人？鬼面到底是谁？臣妾不知，他只以面具示人。皇后不必插手此事，朕自会查明。苏况，传朕旨意，废除雪妃。陛下，您当真要废除臣妾吗？他居然敢威胁李云熙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啊？我没有。难道李云熙真的有把柄在他手里？雪妃进足飞雪殿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踏出半步。这件事一定有蹊跷，应该就是李云熙不愿意和我说的真相。2年前，我从边疆赶回来，赴李云熙的婚约，却突然得知李云熙要纳柳绵绵为妃。他是谁？我既把封印交给了你，便会信守自己的承诺，让你做我的皇后。至于绵绵，她会和你一起加入后宫，做我的宠妃。
云溪，到底是什么事，会让你如此隐忍？又为何不能与我一起面对呢？父皇在世时为排除异己，创立玄鸟部，暗杀朝中大臣无数。如今这些枉死者的后人出现，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朕，也算是一报还一报了。在这世上，能悄无声息地将罪臣之后找到，并联合起来的人，并不多。萧如山，您不想皇后娘娘追查此事，不正是心中已有决断，怕娘娘知道真相后，在您和大将军之间左右为难吗？按照玄鸟部当年刺杀的大臣名单顺藤摸瓜，抓捕这帮刺客。你和李云溪之间，到底有什么秘密？皇后娘娘，您当真想知道？用威胁的手段得到这一切，你真的幸福吗？可真正不让我告诉你的是陛下。你瞧他，平日里高高在上，一提到这件事，再大的怒火也能平息。陛下他幸福吗？究竟是什么事啊？可我死也不会告诉你，因为一旦说出了真相，我便再也没有任何筹码，就连现在的一切也会失去。鬼面是谁？自然是陛下的仇人。就算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你也吃点东西吧。你怎么知道？爱吃不吃。那日你肯救我，也是为了陛下的这个孩子。你很幸运，有了这个孩子，就和他有了羁绊。我要见陛下。若是你让他来，他一定会来。朕从未碰过你。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？陛下，您还未把那件事的真相告诉皇后娘娘。朕可以送你出宫，成全你和孩子的父亲。陛下根本不在意臣妾，所以也不在意臣妾的背叛。朕可以给你留面子，但朕希望你长脑子。既知道朕不在意，就别赖在宫里。臣妾别无他处可去，只想留在这宫里，留在这飞雪殿，当您的雪妃。好啊，那从今天起，飞雪殿便是你的冷宫。臣妾谢陛下成全。其实陛下和臣妾又有什么区别？都是如此绝望地爱着一个人。上一世就知道柳绵绵会怀孕，但事到眼前，还是会吃醋。夜深了，不许喝酒。你的雪妃不是怀孕了吗？你怎么还把她给幽禁了？雪妃有孕，你就不闹、不生气、不吃醋。她是你的宠妃，她怀孕是大喜事儿。口是心非。出去。
孩子不是我的。什么？真不是我的，我没碰过他。我被人戴了绿帽子。你怎么能这么平静的说出这种话？啊，我平静吗？但我对天发誓，这是真的。啊？不，怎么会呢？我要生，也只会和你生。陛下，我曾以为你是我人生中的那束光，一直追逐着你。可惜，一切都只是我的妄想。皇后，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给你最后的礼物。皇后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听说雪妃娘娘是吃了皇后送来的点心才暴毙的，她死前还诅咒皇后呢。皇后真是狠毒啊！可怜雪妃娘娘才刚有了身孕，便一尸两命。陛下早已定论，雪妃是服毒自强，他们凭什么乱嚼舌根？别气了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。京东酷寒，有老百姓衣不蔽体，冻死路边，你们不奏报，跑来插手朕的家务事。陛下，皇后心狠手辣，已影响到后嗣绵延，国祚昌隆，请陛下废后。陛下，皇后仗着萧大将军撑腰，肆意妄为，祸乱社稷，请陛下废后。萧大将军到！老臣萧如山参见陛下。大将军免礼。两位大人无凭无据，陷害皇后，这才是真正的祸乱社稷。陛下，臣建议严查两位大人族中是否有适龄女儿，意图送入后宫，觊觎后位。陛下，臣等赤诚为国，绝无私心。陛下，臣的女儿已有婚约，臣绝无此心。朕不会废后，以后再议此事，杖刑处置。退下。是。陛下，不知陛下召见臣有何事？为了皇后，朕希望你可以放下前尘往事。臣听不懂陛下在说什么。大将军难得入宫，不如去看看皇后。2年前，萧凌不顾臣的反对，执意加入皇宫，便与臣再无关系。鬼面是神，自然是陛下的仇人。鬼面却又出现在萧家，难道父亲就是鬼面？陛下，事已办妥。难道上一世父亲被杀是因为这个？可父亲和李云熙能有什么仇恨？爹，参见皇后娘娘。爹，请随我去极乐殿稍坐。你，这面具是我让人仿制的，如今在城中有一批刺客，在模仿玄鸟部进行暗杀，而他们的手里
便戴着这种面具。皇后此言何意？我曾在萧家见过戴这种面具的人。皇后是怀疑臣，与刺客有关。您刚才看这面具的反应，分明就是认识，也知道这面具的来历。皇后要是不信任臣，可以派人将臣抓起来。爹，您和李云熙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臣听不懂皇后在说什么。爹，我只有您这一个亲人了，我不想爹爹您出任何事情，求爹爹告诉灵儿真相。你还有皇帝？自从你嫁给皇帝，你我的父女情便早已了断。我知道您怪我害死了母亲和弟弟，您也在怪我不顾您的反对，执意嫁入皇宫。可无论您怎么斩断我们之间的关系，我都是您的女儿。按上一世推算，明晚便是父亲被李云熙下狱的日子，我不能再等了。陛下，刺客已尽数抓捕，这是登记名册。萧家军可有异样？萧家军中一切如常。既然萧如山不想让萧家军牵扯其中，那我们便按计划处置这些人。床上不能喝酒。我知道你的床只能喝药，不能喝酒。一个人饮酒多没意思啊！我也想喝。好啊。你想用美人计套出我和萧大将军之间的秘密？没有。我不信你不问。李云熙啊，我们好歹也是拜过天地的夫妻，你到底睡不睡？
还说只和我生孩子呢，再不生就没机会了。蠢货！蠢货！你就不能再强迫我一下吗？脾气那么大。其实我应该将计就计才对。哎呦，蠢货！弄得真心神不宁，夜不能寐。苏荒，你说，朕是不是很没用？这卑职不说，朕命你说。是有点儿。狗奴才还真敢说！滚蛋！蠢货！蠢货！阿玲今天回京城，朕要先去萧府，给她一个惊喜。陛下，卑职查到了当年萧夫人和萧少爷的真正死因，抓到那帮山匪了。太好了，那便交给阿玲处置，这样她便不会再因为当年的事自责。陛下，不是山匪，是玄鸟部。玄鸟部？是。父皇的玄鸟部？我看他是不会来了。我在信里写明了归期，云溪一定会赶来见我。他如今是95至尊，要处理的事情应该很多。是，他如今已是皇帝，不比从前可以随便溜出宫。趁你现在还没嫁进宫，若是反悔的话，还来得及。既然他不能来，那我便进宫去找他，夫唱妇随。萧大将军，萧家世代忠良，陛下不愿累及萧家军和皇后娘娘的声誉，便命卑职将您秘密捉拿。想抓我，总得说清楚我犯了什么错。萧大将军，您联合当年被玄鸟部刺杀的重臣之后，意图刺杀陛下，其他人等已尽数伏诛，您又何必故作疑惑呢？胡说！我要杀皇帝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大将军，请随卑职回宫。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住手！娘娘，谁让你向他通风报信的？谁让你假扮萧如山出现在这儿的？我要救我父亲。灵儿，你把我大晕绑在这里，想干什么？若是必须有一个人死，我宁可是我。你又怎会知道，一定会有人死？阿玲，小玲，你闪开！我不能让你杀他。其实杀死你母亲和弟弟的不是山匪，而是先帝麾下的玄鸟部。
先帝选。你先出去吧。我帮你上药。一定很疼吧？你怎么这么傻？你可知道，这样朕会很心痛。我宁可死在萧将军刀下，也不愿你受如此之苦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件事的2年前，原来那天你没来接我，就是因为这件事。回京那日，我等了你1整天。第2天我进宫找你，就看见你和柳绵绵抱在一起。那日他在茶楼外听到了这件事，便以此为要挟。我对陛下一片真心，请陛下让我做你的女人。别痴心妄想了，朕这辈子只会娶阿玲一个人。可先帝杀了他的母亲和弟弟，你们之间隔着血海深仇，一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。你怎会知道此事？若你不肯娶我，我便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萧凌。你敢？陛下，你若肯答应我，
我愿意到死都守着这个秘密。他是谁？我既把封印交给了你，便会信守自己的承诺，让你做我的皇后。至于绵绵，她会和你一起加入后宫，做我的宠妃。原来，一直要挟你的，就是这件事。我总想着能瞒住你，能多瞒一天就多瞒一天，这样便能让你多留在我身边一点。想不到，我们好不容易能在一起，却是这样的结局。你先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别杀我父亲，他的所作所为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爹，我带了一些您爱吃的酒菜。这是您最爱喝的酒。这可能是女儿陪您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爹，先帝为何要暗杀母亲和弟弟？他生性多疑，我萧家军功高盖主，他们一死，你便是我萧家唯一的女儿，对他们李家皇室再无威胁。可父亲是如何知道的这些消息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在追查那帮害人的山匪，却毫无音信。直到2年前，我收到一封密信，那正是当年先帝给玄鸟部刺杀他们的密令。2年前？可父亲当时为何不告诉我？你当时执意要嫁给李云熙，我要是告诉你，你又能怎样？怪不得父亲不让我嫁入皇宫。我萧如山一生无愧于国家，但愧于妻儿。先帝不仁，我便要杀他的儿子。可他不是先帝。我萧如山没你这样的女儿，你给我滚！父亲，请恕灵儿不孝，下辈子再给您尽孝吧。李云熙，先帝杀了我母亲和弟弟，父债子偿，我应该杀了你。我父亲为了报仇，要杀你，你应该杀了他。可是你和父亲
我都不想伤害。若必须要死一个，宁可是我。我死后，放父亲卸甲归田，让他去江南吧。江南是个好地方，若有来世，我也要去。我们一起去。我所做之事与萧凌无关。大将军，安心上路，陛下会善待皇后娘娘的。娘娘，你醒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早就料到您会做傻事，便暗中吩咐奴婢替换了您的毒药。您只是睡了一觉。若是我没死，那父亲呢？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，还是没能救下你？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皇后娘娘，让卑职送大将军出宫。人都死了，你还想带他去哪儿？娘娘，陛下秘密处置此事，正是为了保全大将军的忠良之名，更不想毁了萧家军的声誉，便是为了萧家军着想，您就别拦着卑职了。李云熙，你为何要置我父亲于死地？用我的命换我父亲的命还不够吗？到底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你？还给你。你若是想恨，便恨我吧。你杀了我爹，还想让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继续活下去吗？从今日起，我们不再是夫妻。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。求之不得，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。阿莲，江南是个好地方，你若是喜欢，便替我去看看。你若是想去，就自己去。若是有来世，我们便一起去。疯子！阿莲，你终于自由了。就让我再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。苏大人，就送到这里吧，你回去吧。父亲，爹，爹，这位姑娘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这又是何处？
您说什么？员外爷，您刚醒，可别乱跑了。咱们马上就要回江南了，可耽误不得。对，快点回去，灵儿还等着我呢。来。你怎么穿一身夜行衣回到家里？是不是在宫里被欺负了？你做的？谢谢你，云溪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陛下说了，大将军乃有功之臣，理应得到善果，便用药消除了他的记忆，好让他卸甲归田，安度晚年。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些？他知道您在宫中不开心，便让您去做自己喜欢的事。无论是随大将军去江南，或是重回萧家军，还是浪迹天涯，陛下都尊重您的意思。到最后，他还在为我着想。谢谢你，阿莲。这会儿，你应该和萧大将军在去江南的路上了吧？照顾好自己。来世，我不做皇帝，一定陪你一起去。在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我刚想着喝酒，你便来了。你可真是我的知心人。那我就奉陪到底，不醉不归。干杯！干杯！接下来什么打算？突然一身轻松，倒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你若想回萧家军，我便陪你一起回去。我萧家世代从军，到我这儿便结束吧。那为何不跟着萧大将军下江南？你曾说过，你特别喜欢江南。李云墨，你觉得仇恨可以化解吗？原来你还是放不下李云溪，想回宫。你呀，心思细腻，体贴有度，洒脱善良，太过完美了。其实我不洒脱，不善良，也不完美。谁信呢？光是对朋友你就已经如此体贴，日后定会被自己倾心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现在已经是了。什么？萧凌，我只对你体贴有度，充满耐心。完美不过是我在你面前的伪装罢了，因为你便是我的倾心之人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可是好兄弟。我们一起在军营多年，并肩作战，无话不谈。甚至你回京，我便跟着你回京。之前，你的眼里只有李云溪。如今，你可愿给我一个机会？陛下，皇后娘娘未回萧家军营，更未随大将军去江南，
娘娘她一直没有离开。阿玲还在京城。您当真要离开吗，娘娘？我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和李云墨在一起，不能给他莫名的希望。无期消零，今日虽别，此心常系；地老天荒，此情不移。辗转思服，唯盼来日重聚，白首不离。这不是休书，而是情信。那这是我的花瓣水，陛下若是想泡，就去飞雪殿泡。别催了，朕马上回去。我不是来催你的。阿玲，你回来了。既是和离，就必须得夫妻双方同意。我的确存了私心，我希望你看到这封信之后能够回心转意，能够重新回到我身边。有些事，也许我一生都无法放下。可是嫁给你，我不后悔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就算是互相折磨，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我们也要折磨一辈子。我回来是来告诉你，我不同意和离，谁也别想逃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主人，动手吧。奴婢明白。韩信，韩信。韩信，太医，太医！原来是你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。动手吧。奴婢明白。
不走。奴婢只有以死相别了，奴婢不能让你有事。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主人。又是这个小儿，我又重生了。韩星，我从未怀疑过你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娘娘，您怎么满头大汗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我以前竟没发现，韩星那鸡毛掸子的架势，竟像是习武之人。娘娘，您为什么这样看着奴婢？没事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。去给我倒杯茶。好，奴婢给您沏茶。皇后娘娘，陛下今夜在清欢阁设下宫宴，请您参加。你去告诉他，我今晚身体不适，不能参加宫宴。是。哎，娘娘，您别受伤了，奴婢打扫。今日怎么回事？咱们极乐殿都摔2回东西了。岁岁平安。娘娘说的是，岁岁平安。韩星果真身怀武艺。怪不得我曾神不知鬼不觉中过2次软筋散。我从不防备韩星，若是他，的确很容易得手。是韩星吗？原来是李云熙。还好没有发热。韩太医来给你把脉，太医说你心事郁结。我知你在这皇宫不开心，但还是妄想把你留在身边。纵然我如此爱你，可我深知纸包不住火。若是有一天你知道了真相，一定会离开我。所以我不敢靠近你。讨厌，大晚上跑来煽什么情啊？流下眼泪就露馅了，真是的。难得见你睡得那么沉，我便多陪你一会儿。不好，茶喝多了，好想如厕。怎么突然出汗了？无妨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你快走吧，我憋不住了。阿玲，我这么晚过来是因为……你别吓我，阿玲。你等着我，我去叫太医。憋死我了！朕有意有人，入眠之后忽然起身走动，但不自知，什么情况？回陛下，此乃梦游之症。梦游之症，可对身体有什么影响？
不知陛下这位友人是夜夜如此，还是偶或发生？应是第一次这样。如此便不必担忧，应是心脾两虚、血不安神所致。以防万一，最好能让臣诊一下脉。诊脉？苏光在，还不赶紧让王太医帮你诊诊脉？卑职夜里坐立难安，有些惊扰到了陛下。苏大人的脉象，赶紧去皇后娘娘宫里给她诊一诊，看看她可有大碍。你刚从长安殿过来，可是陛下身体有什么不适啊？陛下一切安好，是苏大人突发梦游之症，陛下让臣为他诊治。娘娘，娘娘，韩星，茶有些凉了，你替我换些热的来。是。皇后娘娘的脉象来往流利，如珠滚玉盘之状。说点我能听懂的。恭喜皇后娘娘，已有喜1月余。什么？太医，此事不宜张扬，现在胎儿月份尚小，等时机合适，我会亲自告诉陛下。臣明白，臣告退。韩星，你不是常念叨着让我和李云熙有个自己的孩子吗？怎么，不高兴？这是大喜事，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。韩星，我不信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假。我若有孕，你还会杀我吗？皇后娘娘，您真的有了身孕了吗？娘娘，您说到底是谁在暗中替咱们传递关于皇后的消息？管他是谁，本宫只知道这人每次传来的消息都是真的。皇后有喜，不是说陛下和皇后从未圆房，皇后怎会有喜？难道韩星是柳绵绵的人？原来是你向我传递皇后提前离宫的消息。不对，第二次死前，柳绵绵看见韩星，分明也很意外。难道韩星背后另有他人？柳绵绵反而是被韩星利用来对付我的。臣妾听说皇后娘娘在此，特意过来拜见。听说昨日娘娘身体不适，不知娘娘身体如何了？本宫只是昨夜没睡好，并无大碍。那就好。膳房新出了一些茶点，不错，臣妾特意为娘娘拿来。有心了。娘娘等一下，本宫与皇后娘娘说话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宫女插嘴。娘娘最近脾胃不好，不能乱用糕点，奴婢替您尝一尝。韩星，若不是亲眼见你为柳绵绵传递消息，我此刻一定十分感动。娘娘，糕点里有淡竹叶粉，您不宜食用。正因这糕点里有淡竹叶，才清新爽口。不过娘娘为何不能服用啊？
臣妾听说王太医曾为娘娘诊脉，不知脉象如何？雪妃，你对本宫的事还真是了如指掌啊。皇后既然有孕，为何不敢告知陛下？李云熙不会以为我给她戴了绿帽子吧？有嗣乃是大喜事，臣妾恭喜皇后娘娘。皇后既然有了身孕，便不要站在这冷风之中。朕送你回宫。皇后娘娘，原来你真的有了身孕。放我下来！皇后身手如此矫健，的确不像有孕之人呢。你知道了？我想了一路，也想不出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。还好没误会我和齐王的关系。除了李云墨，我跟他是兄弟，是挚友。不说这些了，你可别怪太医，是我让他这么说的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陛下，皇后娘娘脉象平稳，但她让臣为她作假，臣身份低微，无法拒绝。这个王枕可真是个滴水不漏的人精。不过，你到底为何要撞？所以，你到底在防着谁啊？没谁。你知道我假装怀孕，不生气啊？不生气啊。夫唱妇随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你既要演戏，我便陪着你演。所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若告诉李云熙，韩星可能会死，我还是先向父亲询问鬼面之事吧。我在宫里待着憋得慌，明天我想去趟军营。军营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跟你一起去。苏旷，娘娘，你的公务谁来处理啊？这满朝文武都有假期，为何朕没有？朕也是人，朕也会累。如今玄鸟燕部未除，宫外全是刺客，李云熙出宫很危险。不行，你得回宫。走。军中都是你的旧部，很安全的。那也不行，走。我就去。走。我就去。走。我就去。走。陛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既然陛下和皇后娘娘都要去，那臣妾也要去。苏旷，出发。是，陛下。哎，你别急，我往那边躲一点不行吗？就这么大的地方，我能往哪躲？陛下，您往我这躲，我不怕紧。没想到父亲军务在身，明日才能回营，暂且待到明日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
不是你约的我吗？是我请你来的。表兄，你我许久未见，我难得出宫，便派人请你过来一聚。你出宫，怎么也不告知我一声？我只对你体贴有度，充满耐心，因为你便是我的倾心之人。齐王，我就是随便出宫转转，没有想惊动任何人。齐王，这话听着怎么一股疏远的感觉啊？不疏远，或许该喊他一声大伯哥啊。陛下，晚上太冷了，我们回房间吧。谁让你穿这么少？冷的话自己回去。早知道军营这么冷，我就穿个大氅了。阿玲，你不冷吧？不冷。穿那么多当然不冷。来，喝点酒，暖暖身子。多谢。表兄，如今皇后娘娘有了身孕，不宜饮酒。怀孕了？李云溪，回去睡觉。哦，阿玲，怎么今晚要跟我睡啊？起开！我让他们准备军中最好的被褥，不是最红的。挺好的。你是不是不生气了？不生什么气啊？自从我纳了柳绵绵为妃之后，我们便生分了许多。李云溪的记忆还停留在我们成婚后，因为柳绵绵闹别扭的那段时光。对不起，我明知道你不是那种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。我睡小榻。云溪，不论发生任何事，我的心都爱你。就算是互相折磨，我们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谁也别想逃，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。阿玲，如果你知道真相，还会这么说吗？主人想激化萧家军与皇帝之间的矛盾，让他们猜忌互斗，大可不必对娘娘动手。你对萧凌心软了？孩子是无辜的。本座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智慧，退下。
阁下到底是谁？你没晕？当然没晕。这是什么？奴婢想亲手为娘娘的孩子做一件贴身的礼衣。韩星，你对我不都是虚情假意吧？他是谁？原来娘娘早有察觉我有问题，做这么多，就是想引出奴婢的主人。奴婢不会说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再无关系，你不用再回宫了，去效忠你的主人吧。娘娘，韩星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奴婢不能让你有事，大可不必对娘娘动手，孩子是无辜的。阿玲，韩星的事，你也不要太难过。你怎么知道韩星的事？整个宫里能让你难过，能让你为难的人，也就只有他。你不会连韩星的醋都吃吧？对，你就是不能对别人比对我好。笑什么？我想放韩星走，你不能伤害他。好，鬼面的事交给我，我去查。好。那你早点休息，我去睡小榻。不好。阿玲，今夜我可以大胆的靠近你一次吗？也罢，就这么放纵你。云溪，我们本就是夫妻。爹，你已经暴露了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们伪装成玄鸟部，实际意图弑君。虽然是我仿造的，
但希望能及时劝住父亲。你既然知道了真相，便应该知道你的母亲和弟弟是如何而死的。2年前，杀害母亲和弟弟的那条密令，是谁给您的？自古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，那人藏头露尾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爹，您这样一意孤行，让世代忠良的萧家军如何自处？忠良。忠良，忠良有何用啊？我萧如山守得住他李家的江山，却护不了自己的妻儿。可这样不明真相的复仇，只会引来更多的仇恨。好，你既然一心向着皇帝，那从今日起，你我便断绝父女关系。你护你的夫，我报我的仇，各行其事。爹，您3思啊！滚！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。鬼面人曾被我的鞭子缠上过，手臂必然有伤。滚！可父亲的手臂毫无反应，父亲一定不是鬼面，那会是谁呢？都有身孕了，怎么还毛毛躁躁的？知道我有身孕的没有几个人。难道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难道你没有？不是他。太好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最近总是疑神疑鬼的，抱歉。以前你这个时候总是会请我喝酒，我们不醉不归。齐王，啊，我对你没有男女之情，有的只是同袍间的兄弟情谊。我先回去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没能把刺客带回来。那你有没有受伤？有没有事？吓死我了！也许让父亲的命运按照上一世推进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我没事啊。不过，我在刺客的身上找到了这个玄鸟布。不对，回忆处有些不一样。赝品。这是做什么？怎么兴师动众的？陛下昨夜在极乐殿留宿，今日一大早就命令苏大人送了许多赏赐来。萧家军中有藏头露尾的刺客，陛下不仅不追究，反而盛宠皇后。娘娘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我绝不能让皇后的孩子生下来。
韩星，奴婢如烟代替韩星姐姐伺候皇后娘娘。今日添的什么香啊？闻起来有些不一样。是娘娘最喜欢的百合香，奴婢看金秋的桂花极好，又添了些桂花进去。怪不得闻起来心里暖暖的。有心了，下去吧。奴婢告退。雪妃娘娘，皇后很喜欢这香料，让奴婢日夜燃着。这香料里混了足量的麝香，闻了10日，皇后娘娘的孩子怎么可能一点损伤都没有？皇后怎么不在？雪妃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请您在此稍后。请娘娘坐下。谁给你的胆子？你敢拦本宫？是我。皇后，你这是何意？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！你知道了。多亏了如烟。雪妃娘娘，奴婢没有。胆敢背叛本宫！娘娘，奴婢什么都没说。你明知道这香料有问题，却日夜闻着。我闻了这片刻，便腹部不适。你闻了却没有丝毫反应，你根本就没有怀孕。你又在闹什么？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假孕争宠，这是欺君之罪。哼，朕已知晓此事，不怪皇后，是太医诊治有误。什么？朕自会处置太医。你又在演什么？她怀孕了，又闻了麝香。怀孕？回陛下，雪妃娘娘动了胎气，万幸吸入麝香的时间不久，臣为娘娘开了些药，加以静养，便当无恙。退下。是。阿玲，我只想小惩大戒，没想伤害孩子。你好好陪陪他吧。那孩子不是。陛下，我们的孩子你不喜欢吗？皇后娘娘，以后我和陛下的孩子还要叫您一声母后呢。雪妃，你还真是一招鲜啊！你什么意思？阿玲，听说你家里急需用钱，拿着这些钱回家去吧。娘娘，再给奴婢一次机会，奴婢不想离开。这容不下你。赶你出宫才能护你性命，珍重。既然来了，怎么不过来？萧夫人和萧启是我父皇命悬尿布伪装成山匪，
秘密杀害。我知道。大将军告诉你的。可玄鸟部的密令，为何会到我父亲手上？苏况办事不力，让鬼面劫走了密令。这鬼面身手不凡，到底是何来历？玄鸟部查了许久，仍未查清。不过他这次再次现身，相信很快便能查出了。尽快找到他，才能真相大白。你笑什么？虽然你知道了真相，可你还是回来了。可纵然我回来，也放不下这些深仇大恨。我知道。阿玲，我和柳绵绵毫无关系。傻瓜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，就算互相折磨，也要在一起一辈子。鬼面是谁？你和他通过什么联络？若你说出来，我可以保护你和孩子。我给陛下戴了这么一顶绿帽子，他就丝毫不在意，因为他的眼里从来都没有我。你明知他不爱你，为何要如此执着？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会一次次的把我推开？深宫寂寞，我只想要个孩子，有错吗？鬼面到底是谁？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真想知道？那就等你死了再告诉你。柳绵绵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一直不肯放过我？因为只要你活着，我就会埋怨命运的不公。皇后，为何好事都让你占尽，失败的永远是我？别忘了，你现在还是个母亲。你要是不想活，就想想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我不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有孩子。皇后娘娘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盯紧大牢，萧大将军果然被秘密下狱。父亲，也许只有忘记一切，你才能安然幸福地度过晚年。娘娘若是担忧大将军，何不向陛下求求情？我心中有数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齐王，怎么在这里睡啊？也不怕着凉？我身体一向健朗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这是谁的画像？连睡着了都放在手边，也不怕陛下看到，醋意大发。别调侃我了。你过来，是因为我父亲的事？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父亲的事，就交给云溪吧。你不打算救萧大将军了？此
自从萧夫人和萧琪去世以后，你和萧大将军的关系虽然疏远，但我知道，你其实一直挂念着他。他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会如此平静啊？其实，我父亲的事另有。我们夫妻之间的事，还轮不着一个外人插手。天色不早了，你们俩都回去吧。皇后娘娘，晚膳已经备好了。去哪儿吃？你管呢？晚上不许喝酒，咱不喝。在军营，我们都是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，没那么多避讳。可这里是我家。吃菜。来。行了，要吃就吃，不许浪费。你爱吃肉，你爱吃菜。肉有营养，菜有营养。我吃不了这么多。来，梅菜扣肉。行了，浪费，吃饭。吃完饭，你们就各自回去吧。父亲，我去宫外为您送别。怎么会这样？是砒霜，有人把药换成了砒霜，是谁？陛下，有人将药酒换成了砒霜，大将军他中毒身亡。借朕之手毒杀萧大将军，这样一来，阿玲和萧家军都将视朕为眼中钉。严审知道今日计划的人，审完后一个不留。是，当初是鬼面利用密令挑拨您和大将军的关系，难道这次还是他？难道他的目的是？萧家军动势如何？卑职已按计划封锁了大将军去世的消息，眼下尚且平稳。这鬼面身份不明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阿玲呢？皇后娘娘她颇受打击。阿玲，皎月刀不在，难道阿玲出宫了？少将军，您既然回来了，便带着我们杀进皇宫，杀了皇帝。我回来是为了告诉大家，大将军之死
另有蹊跷。只不过，二位是如何得知我父亲的死讯？事关社稷，李云熙一定会封锁消息，不会这么快传到军营。是有人。有仇不报，枉为人女。他果然被皇帝蒙蔽了双眼，他不配做我们的少将军。莫要让他坏了我们的大事。现在局面如何？皇位司的人早有准备，此刻已与萧家军陷入对峙。你一人之力什么也做不了，先休息一下吧。只有找到真凶，才能洗脱李云熙的嫌疑，平息动乱。你不相信是皇帝杀了萧大将军？杀了父亲，只会挑起萧家军的仇恨之心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。可我听说是先帝杀了你的母亲和弟弟。萧家和皇帝之间早有不共戴天之仇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情？我和萧大将军认识多年，他心中苦闷时告诉我的。这些事，父亲连我都瞒着，又怎么会随意向外人倾诉？难道齐王真与鬼面有关？你果然在齐王府，和齐王有关。原来是你传信给我。我不过是在验证我自己的猜测。用这种模仿韩星的传信方式，能否把你引出来？你为何放着自己的血海深仇不报，却揪着我这个帮你复仇的人？帮我复仇，恐怕是你利用所有人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吧？韩星、雪妃、齐王，甚至我父亲，他们都是你利用的棋子。你到底是谁？韩星，韩星，怎么会是你？娘娘，是不是只要鬼面一死，你就能安心了？你明明不是鬼面，为何要替他去死？因为我希望主人能得偿所愿。这是什么？给小皇子的。韩星，其实我们夜色虽寒，但心口真的好美。韩星身上有软金散。
动手吧。奴婢明白。居然是你！你明知道我怀疑你，却还让韩星假扮成你前来赴约，借我的手杀了他。是他自己没有，连个替身都做不好。就像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这样对你。你冲着软金伞。李云墨，我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你。我们本可以像之前一样亲密无间的相处，是你毁了这一切。我？你为什么要刨根究底的追查鬼面？你大可以像你父亲一样怨恨李云熙啊！放开！所以是你，你为了让我怨恨李云熙，把酒里的药换成了砒霜，杀了我父亲。我是杀了萧如山，以为你跟李云熙定会反目成仇，可你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真凶，为李云熙洗白。萧凌，你让我失望至极。你到底为何要置李云熙于死地？因为他不配，他不配他所拥有的一切。你想方设法激化萧家军和李云熙的矛盾，是为了皇位？皇位？先帝做了那么多错事，他李云熙难道不应该负债子偿吗？他当时只是一个病弱太子，根本无力阻止先帝。你越袒护他，我就越恨他。所以你囚禁我，是为了威胁李云熙？萧凌，皇位我要，你我也要。为什么会是你，李云墨？陛下，齐王派人传来消息，说是皇后娘娘在齐王府。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为我软金伞吗？等李云熙一死，我便放你自由。来了，堂兄，你我二人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你还不明白吗？那些
兄友弟恭，从来都只是表面的假象罢了。你带他来做什么？她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孩子是你的。表兄，当初是我对你用了情丝刃，可孩子是无辜的，救救我和孩子！陛下总不肯碰我，我想要个孩子。李云熙，没想到你也会用如此卑鄙的招数。朕可以把它还给你，从今往后你我2人之事不牵扯到他们。但朕要接走阿玲，把人带上来。阿玲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他在我这里做什么？当然是我做主了。一人换一人。李云墨，没用的棋子不必活着。他对你而言，就只是棋子。阿玲，我能亲手杀死自己的软肋，你能对自己的软肋动手吗？李云熙，杀了我吧，不要受他制约。连个女人你都不敢杀，你配做什么皇帝啊？你想要皇位，朕让给你。齐王殿下，这是陛下出宫前准备好的圣旨。你本就打算让出皇位。汝之蜜糖，我之砒霜。皇位于我而已，索然无味，只是束缚。我只要阿莲。你不死，我放不下心。萧凌只要活着，就必须是我的。一杯砒霜，送陛下上路。不要，
所以堂兄本就没打算让我活着。你可以活，那萧凌必须死。云溪，不可以。云溪，云溪，萧凌，萧凌，你看呀，这么优柔寡断、心慈手软的人，是配不上你的，配不上你，配不上你！不要，云溪，不要喝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解决这一切。可是我舍不得。不是不让你喝吗？你怎么那么傻？包括我这是劫夺，我早已厌烦了仇恨，厌烦了惶恐。阿离，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有你陪伴。可是我负了你，如果有来世，我们做一对普通夫妻，你带我去江南，可好？我带你去江南，我带你去。云溪，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皇帝抢走你父王的皇位，你却每天和太子称兄道弟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儿子没有的东西？废物！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我就不该把你养大！废物！陛下，驾崩！为什么这次死的不是我？或许我还有机会救大家。那是什么？哪来的？你现在浑身无力，杀不了我。
你笑什么？我是杀不了你。你干什么？但我能杀了我自己。你宁愿死，也不愿意做我的皇后吗？我萧凌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夫君，那就是李云熙。怎么只有半炷香了？是。难道只要那炷香在，我便能死而复生？皇后娘娘，陛下今夜在清欢阁设下宫宴，请您参加。娘娘，我去找他。娘娘，你去哪儿啊？好歹换件衣裳啊！云溪。李云熙没有前4世的记忆，我太热情会把他吓住。毕竟他此刻心里还背负着萧家与李家的仇恨。我来是来告诉你，我今天不舒服，不能去晚上的宫宴了。好。我能重生，难道和这香有关？但为何只剩下半炷香？这香是哪儿来的？我之前怎么从没发现？娘娘回来就盯着这里发呆，是奴婢没有打扫干净吗？你看不见？看见什么？没什么。难道这香只有我这个重生之人能看见？不论如何，我这次一定要与云溪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这个皇后，自己不来宫宴也就罢了，没想到就连陛下也缺席。齐王，我们不是说好那夜之后，便不再私下见面吗？我听说皇后午后就去长安殿见了陛下，他们2人晚上又一起缺席，他们何时变得如此默契了？不过是巧合罢了。只要有我在，他们的夫妻感情绝不会好。你有信心就好。那是自然。你要皇后，我要陛下，我们各取所需。今日之事，实属意外。再找机会便是。没用的东西，竟连一点对付皇后的招数都想不出来。雪妃，
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可以踏出飞雪殿半步，这儿就是你的冷宫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能进本宫的族？若你敢踏出这里一步，小心你和你的孩子都保不住。你怎么知道？娘娘，奴婢没有，奴婢什么都没有说。既然你知道本宫怀有身孕，母凭子贵，你还敢跟本宫叫嚣？孩子是谁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你诬陷本宫，本宫要告到皇上那里，请他治你的罪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一旦出去，难保不会一尸两命。皇后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好好在你的冷宫待着，别再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，害人害己。我要去见陛下，请陛下主持公道。圣旨到。本想快刀斩乱麻，把雪妃困在这里保她一命，没想到李云熙又来横生枝节。传陛下旨意，皇后言之有理，行事得宜，朕复议。复议？雪妃娘娘，陛下的意思，从今日起，后宫之事，一切听皇后娘娘的。我要去见陛下，我不信他敢这样对我。雪妃娘娘，陛下让您好自为之。苏况，李云熙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娘娘不必多虑，陛下只希望您为所欲为，开心便好。主人，娘娘突然把雪妃关起来，奴婢看不明白她想做什么。她对你产生怀疑了。可奴婢再三思索，想不出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。最近不要轻举妄动，静观其变。是。怎么从宫里跑回来了？我有些想家，便想回来看看。哼哼。哟，你做的？这些菜都是母亲生前常做的，我学了一手。您尝尝。那也没有你娘做的好吃。我这才刚学，还需要父亲多多鼓励。许久不见，这性子沉稳多了。爹，若是日后您卸甲归田，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啊？哼，卸甲归田，不知还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？父亲征战一生，不如下江南，做个富贵闲人，可好？这辈子怕是闲不住了。爹，女儿敬您一杯。哎，可是宫里出了什么事了？宫中一切安好，我与云溪感情甚笃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夫唱妇随的好妻子。你在酒里下药了？爹，江南路途遥远，女儿祝您一路平安。若是一切顺利，我会带着云溪一同去找您尽孝。父亲醒来便会忘记过往的一切，这车里已经备好了金银细软，到了江南，你们便可以开始新的生活。小姐放心，老奴会照顾好老爷的。
老奴走了，请多保重。保重。萧凌，你提前挂上灯笼，是知道今夜便是你的死期吧？我的生死不由你定。有仇不报，枉为人女。今夜我就送你上西天。谢焱，你若是个好儿子，就应该好好活着，也不枉费你父母拼死把你救出来。我死也要为我的家人报仇。只要吸入这忘忧烟，你们就能像父亲一样忘记一切，重新开始生活。够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夫人出来办事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云溪，我心里觉得又开心，又有点难过。都过去了。陛下，娘娘，我们回宫吧。这打扫之事，交给皇位司即可。回家。回家。恰，你怎么知道我出来做什么？我查到大将军的事，也打算这么处理。那我们还真是有默契。你之前就是这么做的，我学你的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在江南治好了田产，大将军到了那边也能好好生活。你也不必太过担心。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担心。李云溪，我们也离开这里，一起去江南可好？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想，我们什么时候圆房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别害怕，我没那么急不可耐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陛下，您近日总是咳嗽，夜里也睡不安稳，不如换位太医瞧瞧。不用，朕的身体朕自己心里清楚，此事不可让阿玲知道。陛
陛下，你怎么最近老是躲着我啊？陛下，娘娘，卑职告退。一股子汤药味儿，你旧病复发了？我没有，我很好，我好得很。可是这店里明明就一股药味儿啊！你该不会是准备……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不用躲着我，我又不会逼你。你接着好好准备吧，我先走了。娘娘从长安殿回来就唉声叹气的，怎么了？究竟是怎么了？李云熙不肯圆房，是因为他身体有问题。啊？那这小皇子的衣物，奴婢还做吗？我们都还没圆房，你着急准备什么？雪妃被打入冷宫，娘娘与陛下的感情甚笃，奴婢想着早晚得用，就先备上了。给小皇子的。韩星，你做这婴儿的衣物十分熟练，你很喜欢孩子吗？我听闻你是2年之前入的宫，入宫之前你在哪儿？你这个丧门星，害得老子输光了所有的钱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孩子！这位夫人能保住性命，已属万幸。不过，以后恐怕无法再生儿育女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后来我被恩人救了，他帮我报了仇，还给我取了新的名字。我已无路可去，求你收留我。夜色虽寒，却有星辰闪烁。从此刻起，你的名字就叫做韩星吧。你的恩人一定是个很温柔的人。很温柔，我这一生都会注视着他。韩星，提到李云墨，你的眼里充满爱意。禅位，朕相信李云墨会是位好皇帝。陛下，您，朕的意思是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万一朕病逝了，陛下，您虽年幼之时身子弱，可您还如此年轻，您为何说这丧气话？哭什么？不会那么快的。陛下，您若是真的有个3长2短，把离国交给齐王，那皇后娘娘呢？齐王对皇后娘娘一片觊觎之心，难道
您当真要拱手相让？收起来吧。好像又短了一截。这香到底是何来历？为何我翻遍各类书籍，都找不到它的出处？娘娘，齐王殿下到了。走。突然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自然是请你来喝酒啊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怎么，不敢喝我给你的酒啊？你呀，最近这2天看着比过去2年都快活多了。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心意相通，自是开心。有朝一日，我能像你一样就好了。只怕是难啊。齐王，你更爱你自己。此话怎讲？你们干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叫齐王殿下过来喝酒聊天。我们之前也经常如此。以前可以，现在不行。你是我的女人，我不允许。萧凌到底要做什么？娘娘说，陛下最近总躲着她，她想让陛下吃醋，增进他俩的感情。你怎么又和李云墨坐在一起喝酒？陛下，你好酸啊！所以，你是在故意酒？我在想，与其让你自己慢慢准备，不如……我来给你下一剂猛药。谁说我喝药是为了？哦，那你是为了什么？你打算给我下什么猛药？对于陛下来说，我不就是最好的猛药吗？如今陛下醋意正浓，正适合洞房花烛。阿玲，我若死了，你怎么办？你干嘛一直盯着我？恍如一梦。
这不是梦，我们以后会永远在一起，夫唱妇随，妇唱夫随。对了，我觉得你身体挺好的，你之前在吃什么药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素况，唠叨得很，总是想让我补一补。他忠心耿耿是为了你好。我知道，阿玲。你先说。我厌烦了宫里的生活，我想把皇位传给云墨，我们一起出去走走瞧瞧。我也正有此意。你自小待在京城，从来没看过外面的风景。我带你去边疆看大漠日落，带你去塞外骑马驰骋，还可以带你去看南我们部大山。下江南，去看看岳父大人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路到江南。如果你喜欢那儿，我们可以在那儿定居。今日出发，3月到，正是江南的好风景。我们去了江南，再去其他地方，可好？好，都听你的。阿玲，我时间不多了，把你送到大将军身边，我才能安心。这个女人只会阻挡你前进的脚步，只有杀了她，你才能完成自己的大业。动手吧！要成大事，你必须斩断一切情感。你可以活，那萧凌必须死，以备砒霜。陛下，我萧凌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夫君，就是林夕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堂兄看起来和以往不太一样啊。有什么不同啊？或许是你终于不用再隐藏自己了。我会给你你想要的。这是退位诏书，待明日昭告天下，你便是离国的皇帝。你究竟做什么打算？我本就不喜欢这囚笼般的皇宫，或许早该把皇位给你。我会离开京城，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那萧凌呢？她是我的妻子，自然是要跟我一起走。他恐怕走不了。我要皇位，更要人。走与不走，不由你决定。那倒也未必啊。我能毒杀你1次，就能毒杀你2次。只要你死了，他便不会离开。你试试。娘娘，您收拾这些行装，咱们要去哪儿啊？韩星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
齐王给陛下下了毒，说是想要解药，就必须请您走一趟。你想要的只有皇位，既然已经得到了，为何就是不肯放过云溪？你和李云溪一样的天真。你对他当真没有一点兄弟情谊？他，我从不放在眼里。云墨，我们知道你有情非得已之处。皇帝抢走你父王的皇位，以后太子也会抢走你的一切，却每天和太子称兄道弟，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争气的儿子？堂兄从未在我们面前展露过失落的模样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他一定不希望让你知道。废物！我要的不是怜悯，那不是怜悯，是我们在意你。你们如果真的在意我，就不会把我独自一人扔在这牢笼之中。你要怎样才肯交出解药？李云溪可以下江南，你留下，做我的皇后。可你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爱你。可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就爱上了你。你可知我进军营，就是因为你啊！我从来都只把你当成志同道合的好友。这一世如此，上一世如此，上上一世也是如此，为什么我们就只能做朋友？你竟然有记忆！如果我说你越想救李云溪，他就越得死呢？既然你有记忆，就应该知道我会陪他一起死。这里有一杯毒酒，你喝下去，我就把解药给李云溪。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。如果有来世，你带我去江南，可好？希望你信守承诺，放他自由。不要喝！你没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给我喝的不是毒酒。难道有毒的在他那边？云墨，云墨，云墨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这样，你们就可以留下来，永远陪着我。我可不会放你们俩去江南。瑶瑶，快活！对不起，我不能陪你一起去江南了。说好了，夫唱妇随，夫唱妇随。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你又何必总是如此自责？更何况，以后等我们的孩子继承了皇位，
到时候我们再去江南也不迟啊。阿玲，我知道你因为云墨的事情伤怀，但这对于云墨来说，应该也是最好的结局。你怎么了，云溪？我没事。回娘娘，陛下的病，臣诊断不出来。陛下脉象正常，身体却有油尽灯枯之象，病症蹊跷。这2个月以来，臣为他换了无数汤药，都毫无用处。娘娘，有件事，陛下一直想尽办法隐瞒，不让我告诉你。2个月前，离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巫女，陛下秘密召见了她。之后，陛下在您的寝殿放了一支香。陛下的身体也是在那之后越来越差。如今太医说，陛下最多不过数月。卑职斗胆告知您，希望在这最后的岁月里，您能多陪陪陛下。原来一直都是你在用性命延续着香，我要做什么才能留住你？阿玲啊！你想救他？你能救他？他的生命已散，你若想救他，需以你的生命来交换。我愿意。一念生，焚香起，三魂旨，一二血息，唤他重生，魂兮归来。这是灵气之香，用你的生命之力点燃后，方可让他重生。但如何改变命运，就看你2人造化。这是哪儿？这香是干什么的？这香怎么短了？难道跟我重生有关？果然又回到这儿了。这香怎么剩一半了？谁？娘娘，您最近心事郁结，胃口不好，奴婢炖了点汤，您喝点吧。既然这香在燃烧云溪的命，我把它熄灭，是不是就能保住她？哪怕把我自己的命还回去也行。娘娘，您怎么把香给熄灭了？你能看见这香？是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之前这香只有我自己能看到啊！皇后娘娘，陛下请您去长安殿，
这个时候，他不是在批阅奏折吗？叫我过去做什么？阿令，这封奏折关乎民生，要重点批阅。你看这儿。苏光，皇后最近气色不佳，叫太医来。是。啊，别去！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大约是灭完香遭到反噬了，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挺几个月。不许讳疾忌医。时间宝贵，我们看奏折。看，你看这一条。可怜我都快吹灯拔蜡了，为了不让李云熙发现，还得在这儿装模作样的学习批阅奏折。你看这儿。别教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天赋。你把身体养好，多活几年。我得出去打一架，不然我就憋死了。打！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有了身孕。我也觉得，我有了身孕。你说什么？你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韩信说你最近吃不好也睡不好，身体如此不舒服，怎么不告诉我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么多事，还是第1次怀孕。都是要当母亲的人了，以后不许再冒冒失失，不可以随便打架，也不可以舞刀弄枪，更不可以。知道了。那你先喝药，我一会儿来看你。娘娘，你怎么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啊？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到这个孩子出生，只怪这个孩子太可怜，来的不是时候。呸呸呸！您可别乱说。希望可以平安生下这个孩子吧。娘娘一切安好。我一切安好？回娘娘，是的。那你近日为陛下诊脉，他身体如何？陛下瞧着好了一些。难道是因为我灭了香，所以反噬都停止了？今日看着心情不错。你把我看不懂的地方都写上了注解，这样看起来不是能方便一些吗？陛下今日看起来气色也不错。别看我，看奏折。好，你教我看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些呢是关乎民生，这些呢是关于经济。还有这几点一定要做重点，有些民生相关，一定要注意好。若是困了，就靠着睡会儿。
娘您醒了，小皇子喝过母乳，刚刚睡着。您自生产这1个月来，身体已经调养的差不多了。王太医都说您凤体康健，就要回到生产之前的状态了。陛下呢？这几日没见他，他怎么没来看我和孩子啊？陛下他前几日太医说，恐龙体不保。去年冬天的时候，陛下突然从极乐殿的窗台上拿走一样东西，又让奴婢在窗台上点燃这短香。您把香熄灭，陛下便吩咐不用点了，因为娘娘有孕在身，陛下便不让告诉你。可眼下，陛下他……李玉玺，原来这一世你根本没失忆，你料到了一切我做的事情，你竟然把我瞒得死死的。玉玺，玉玺，玉玺，玉玺。不过，我好像不能陪你去香港了。你一定要好好活着。你西至香山去了，以后的事，他都交给你了。我令云溪在此发誓，今生今世，来生来世，都只有你一个女人。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是嫁给你，我不后悔，即便是互相折磨，我们也要折磨一辈子。对不起，阿莲，不能继续陪伴你和孩子了。娘娘，前面的暗盒里有陛下留给您的东西。原来真正的灵犀之香在这里。一香一命亦无悔，一念一结亦连开。然今此生虚灵验，空余痴意绕香台。阿莲，若有来世，我们再相遇。